昊灵王在第一次见到涂山璟的时候，曾对小妖说：“他是涂山狐狸家的人，心眼比你多。就算你不说，他也应该早就猜出你的身份了。”不得不说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涂山璟作为青丘涂山氏未来的族长，又在大荒做了几百年的生意，他并不像小妖以为的那么单纯。清水镇里，在小妖还是文小六的时候，涂山璟以叶时期的身份，在他身边待了6年，每天朝夕相伴。他是懂得小妖的。小妖的母亲为国出征，战死沙场后，他被送到了玉山。父亲昊灵王和表哥苍玄都曾说过要去接他，但他等了他们70年都没有等到。小妖偷偷下了山，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又苦不堪言的悲惨时光。而正是由于这段小时候的经历，他害怕寂寞，不喜离别，更讨厌背信弃义。涂山璟知道小妖看似坚强理智，但爱心软，怜惜弱小，有些圣母心，所以他利用了小妖心软的特点，算计了他4次。第一次算计，苍玄带人已经到了门外，危急关头，涂山璟给了小妖一个玉狐狸，要他去找自己的坐骑，独自逃走。小妖有点担心地问他：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聪明又狡猾的涂山璟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我，我是青丘涂山璟，就算是西阎王和昊灵王在此，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”小妖放下心来，在涂山璟的掩护下走了出去。不久后，苍玄就抓住了涂山璟，问他：“涂山璟，你这么做不怕连累整个涂山氏吗？”此时的涂山璟又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小妖绝对不会想到他会说：“我只是叶时期”，却绝口不提青丘2字。涂山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叶时期是个草民，在苍玄那里是没有什么顾忌的。果然，叶时期被打伤了，而小妖拿着玉狐狸跑到竹林边，已经听到了涂山璟坐骑的鸣叫声时，还是被苍玄传音的话吓住了。文小六，我杀个叶时期还是很简单的。小妖为了叶时期的安危，只好乖乖的回来了。这是涂山璟对小妖的第一次算计，因为他洞悉人心，知道小妖心软，不会不顾他的安危扔下他不管，肯定还会回来找他。那他和小妖就是生死与共的难友，他也做不到不离不弃，既没有辜负小妖所托，又赢得了小妖的同情，所以他当着小妖的面让他放心走，说苍玄不会不给青丘面子，背后却对苍玄说自己只是叶时期。他赌的就是小妖会心软，不舍得丢下他，他赌赢了。第2次算计就是在龙骨狱里，涂山璟向小妖提出了15年之约，让小妖给他15年的时间去处理家里未婚妻的事。此外，他还特意嘱咐小妖，别让别的男人住进你心里。涂山璟为什么这么着急，说要小妖等他15年呢？真相表白，龙骨狱里真的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，他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呢？那是因为在龙骨狱外的海滩上，他抱着断腿的小妖时，遇到了匆匆赶来搭救小妖的香柳。作为男人，涂山璟明显感到了威胁，他认为香柳敢只身来闯武神山搭救小妖，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小妖能为他制毒，香柳应该也是喜欢小妖的。为了击退情敌，他马上提出了15年之约，防的就是香柳会住进小妖的心里。小妖不知涂山璟的心思，马上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别说15年，就算是50年，也不会有别的男人住进我心里。情场如战场，瞬息万变，涂山璟聪明的先下手为强，防患于未然，成功的阻止了香柳趁虚而入，真是高明啊！接下来，小妖恢复了昊灵大王姬的身份，已经回到青丘的涂山璟又专程赶过来，向苍玄提出要见小妖。在小妖盛装去见涂山璟的路上，不巧被香柳劫到了海里，游了一夜。而为了遵守对涂山璟15年之约的承诺，小妖在海里憋到晕厥，也不肯接受香柳的渡气。此处就能看出涂山璟的高明之处了吧？涂山璟不知小妖因何故没来见自己，失魂落魄的在海边站了一夜。当小妖浑身湿透的从海边上岸时，涂山璟抱住了他，就在海边的桥石旁。涂山璟红着眼圈，自卑又伤心地对小妖说：“我知道你有更好的选择，有那么多健康的男人可以供你挑选，你不一定非我不可。”小妖立即对他说：“昨晚有个男人逼着我亲他，但是我现在只想亲你。”小妖亲了涂山璟之后，涂山璟却只肯亲小妖的额头，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刻小妖只是怜惜他，并没有爱上他。但他及时示弱，又成功算计了小妖1次，让他对他生出了怜爱之心。这也是他的第3次算计。第4次算计说来有些好笑，大家还记得在船上涂山璟的大哥从鱼腹中剖出来的那枚鱼丹红吗？
把它含在嘴里就能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在水中呼吸，算是个宝物。当小妖看到鱼丹红之后非常好奇，涂山璟后来也送给了小妖一枚鱼丹，却并不是最好的鱼丹红，而是次一等的鱼丹紫，这就很值得玩味了。那么涂山璟真的找不到一枚鱼丹红吗？其实也不尽然。涂山璟作为大荒首富，只要肯花钱花时间，想得到一枚鱼丹红并不是很艰难。那为什么他不送鱼丹红呢？是小妖不配吗？当然不是，但真实的原因涂山璟是说不出口的。钱涂山璟有的是，也肯给小妖花，但时间上涂山璟等不及，因为他要送给小妖的鱼丹并不仅仅是水下呼吸器，而是定情的信物。自从17恢复了涂山璟的身份后，除了给苍玄治病要的冰晶风铃，小妖并没有刻意找涂山璟要过东西，而昊灵大王姬也并不缺奇珍异宝。小妖好不容易对鱼丹感兴趣，是涂山璟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。涂山璟着急定情，短时间内又找不到鱼丹红，只能匆匆送出一枚鱼丹紫。毕竟龙骨狱中空口无凭，他还是不放心呢。而为了强调鱼丹紫的特殊意义，涂山璟还颇有心机地告诉小妖，这枚鱼丹紫他已经含在嘴里试过了。说起来好像是涂山璟要告诉小妖，他最长可以在水下待上10个时辰，其实是涂山璟在暗示小妖，这枚鱼丹紫是他用嘴含过的。如果小妖接受了他，那就是接受了他的情，他的爱，他间接的吻，还有他的15年之约。至此，从试探到定情，涂山璟的4次算计形成了完美的闭环，紧紧地把小妖圈在了环中。假如不是防风夜莺和涂山璟的大哥意外弄出一个孩子，逼着涂山璟结了婚，我相信涂山璟会一步一步地接近目标，达成梦想，把小妖娶回家的。涂山璟很聪明，他深谙人性，洞悉人心，用7分深情3分算计，织就了一张温柔又坚韧的情网，把小妖牢牢地网在其中，也让小妖的心里永远有了他的位置。最终涂山璟历经磨难抱得美人归，这4次算计功不可没。可见在爱情里面，适当的使用一点小心机，只要没有伤害到其他人，不但无妨大雅，还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呢。